夜色如墨，以水线的古镇笼罩在一层诡异的薄雾中，街道上零星的灯火摇曳，仿佛随时会熄灭。镇上有个叫李伯言的读书人，年近40，一向以刚正不阿闻名。他生性耿直，肝胆过人，从不畏惧权贵，也从不相信那些乡野流传的鬼神之说。可这一天，一切都变了。那天午后，李伯言正在书房里研读古籍，突然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从脊背爬上。他揉了揉眼睛，以为是疲劳所致，却见窗外天色骤暗，乌云密布，仿佛有无形的阴影在逼近。很快他开始发热，额头滚烫如火烧。家人慌忙请来郎中诊断是急症，开了几服药汤。李伯言却推开药碗，脸色苍白地说：“我的病不是人间药物能治的。阴间阎罗王缺位，他们要我去暂时代理。记住我死后不要埋葬我，等上几天我还会回来。”家人闻言大惊，以为他神志不清。可李伯言的目光坚定无比，不容置疑。那夜他躺在床上，呼吸越来越微弱。子时刚过，他突然坐起，眼睛直视虚空，喃喃道：“来了，他们来了。”话音刚落，他便倒下，气息全无。家人围在床边，哭声一片，却按照他的嘱咐，没有动他的尸体。只是谁也没注意到，房间的烛火在那一刻诡异的灭了，又自行点燃体，闪烁着蓝幽幽的光芒。李伯言的灵魂脱离了肉身，感觉如坠入冰冷的深渊。他睁开眼，发现自己站在一条漆黑的道路上，四周是无尽的黑暗，只有远方隐约传来马蹄声。很快，一对骑马的鬼差出现了。他们身披黑袍，脸如枯骨，手持铁链，链子上闪烁着绿色的灵火。李伯言，跟我们走！领头的鬼差声音如刮骨般刺耳。李伯言本想反抗，却发现身体不由自主地跟上。他心想，这难道不是梦？可那冰冷的铁链触感太过真实，让他不由得打了个寒战。他们穿过一条长长的隧道，隧道壁上布满扭曲的人脸，那些脸在无声地张嘴，似乎在哀求或诅咒。终于，他们来到一座宏伟却阴森的大殿前，大殿门匾上刻着“幽冥殿”3个血红大字，门前站着2个巨型石像鬼，眼睛里闪烁着红光，仿佛随时会活过来。李伯言被推入殿内，只见殿中烛火昏暗，空气中弥漫着腐烂的臭味。殿中央是个巨大的书案，堆满了泛黄的诉状，每一张纸上都仿佛有血迹斑斑。鬼吏们上前为他披上阎王的冠服，那冠冕沉重如铁，服饰上绣着狰狞的鬼头。李伯言坐下，鬼差们分立两旁，齐声高呼：“阎王上殿！”声音回荡在殿中，如万鬼齐哭。李伯言强压心境，拿起第一份诉状，诉状上写道：“江南某恶人一生奸污82名良家妇女，求判炮烙之刑。殿下押上来一个中年男子，他脸色苍白，眼睛里满是惊恐。大人饶命！”他跪地磕头，额头砸出血来。李伯言冷声审问：“你可认罪？”男子否认。李伯言命鬼差搜魂，鬼差伸出枯手按在男子头顶，只见一道黑烟从男子口中冒出，化作一个个女子的影像。那些女子哭喊着控诉他的罪行，证据确凿。李伯言判道：按明律炮烙处死。堂下有个铜柱，高达8、9尺，粗如一人荷包，中空灌满炭火烧的通红，热浪扑面而来。小鬼们挥舞带刺的铁鞭，抽打男子上柱。男子惨叫着爬上去，每一步都发出滋滋的烧焦声。刚到顶端，烟气腾起，砰的一声巨响，如爆竹炸裂。他全身爆开，血肉4溅坠落下来，地上蜷缩的残躯半天后又苏醒。小鬼们再次鞭打，他又爬上，又爆裂。第3次落地，他化作一缕黑烟，彻底消散。殿中回荡着他的最后惨叫，让李伯言的脊背发凉。他心想，这地府的刑罚比人间传说中更残酷100倍。第2案更让他震惊，诉状上写：沂水县王某勾结人贩子，抢占少女为奴。原告是少女的父亲，一个老农的鬼魂。王某竟是李伯言的儿女亲家。李伯言的心跳加速，他与王家交好多年，王某的女儿嫁给了他的儿子。这案子若判中，王家颜面扫地，他不由得生出偏袒之心。王某的魂魄被勾来，他一见李伯言便哭喊：“亲家救我，我冤枉啊！”李伯言犹豫片刻，刚想开口宽慰，大殿上突然火光冲天，梁柱燃烧，烈焰如巨龙般吞噬一切，热浪灼烧着李伯言的皮肤。他惊恐站起，以为地府要崩塌。一个鬼吏急忙低语：“阎王一丝思念不可有。阴间不同于阳世，私心如火，会焚烧一切，速灭思念。”李伯言强迫自己冷静，摒弃偏袒。火势果然渐灭，但那灼热的余温让他心有余悸。原来地府的公正是以火焰强制执行的。审问开始，王某辩称少女是实价买来，不知来历的。可少女父亲的鬼魂哭诉女儿被拐卖，王某明知却贪便宜。证人呢？王某说有人周生可证，周生是镇上富商，与李伯言也熟识。鬼差立刻勾魂，周生的魂魄被拉来，他脸色煞白，颤抖着说：“我不想来这里。”李伯言问他，周生无奈道：“出真相。”王某确实知情，但为省钱买下。李伯言判王某吃刑，小鬼们拖王某到刑台，用荆棘鞭抽打，他的魂魄上现出道道血痕，惨叫回道。刑毙王某和周生被遣返阳间。李伯言心想，幸好没偏袒，否则那火会烧死我。接下来的案件越来越多，每一桩都让李伯言的恐惧加深。第3案，一个富商贪污赈灾银两，导致饥民饿死数百，判剥皮之刑。小鬼们用钩子撕开他的皮肤，一层层剥下，鲜血淋漓，他的声音从尖叫转为呜咽，最终只剩骨架蠕动。第4案，一个恶霸
杀害无辜判巨刑。锯锯从头顶拉下，血肉分离，锯齿摩擦骨头的声响让李伯言几乎呕吐。夜间深殿外，风声如鬼啸。李伯言审理到第5案，一个妇人毒杀亲夫囚判油锅，妇人被扔进沸腾的油锅，皮肤融化惨叫如野兽，油锅旁还有无数小鬼搅拌，锅中不时冒出人脸，哀求饶命。李伯言的双手颤抖，他开始怀疑，我能撑到何时？这代理阎王真是福还是祸？突然，一个意外发生了。殿门砰然打开，一个披头散发的女鬼冲入，她眼睛血红，尖叫道：“阎王，你判错了，我的案子你没看清。”鬼吏们上前阻拦，她却化作黑烟钻入李伯言的冠冕中。李伯言感到脑中剧痛，无数影像涌入。女鬼生前被夫家虐待，自杀后冤魂不散，她控诉的竟是李伯言的远亲。李伯言惊醒，思念又起，大火再度燃烧，这次更猛烈，殿顶几乎崩塌。他大喊灭思念，火灭了，但他已汗如雨下。为了增加悬念，我决定扩展这个女鬼的支线。女鬼名为翠兰，她讲述了自己的故事。生前嫁入李家远亲，夫君嗜赌卖她抵债，她逃脱后被追杀致死，她的诉状被埋在堆中。李伯言先前没看到，现在他要求重审。李伯言命鬼差勾来夫君的魂魄，那夫君一见翠兰狞笑，贱人你死了还不安分。审问中，翠兰化作厉鬼扑向夫君，撕咬他的魂魄，殿中乱作一团。李伯言敲响潘锤才止住，判夫君千刀万剐。小鬼们用无数小刀切割他的魂魄，被片片踢下，每一片都发出惨叫。翠兰满意离去，但临走时对李伯言低语：“阎王，你有私心，早晚会遭报。”李伯言心寒，他知道我的秘密。审理继续，李伯言发现地府不只审判死人，还涉及活人魂魄。第6案，一个官员腐败枉法，魂魄被办公，他阳间还活着，但夜夜魂游地府受审。官员跪地求饶：“大人，我还有权势，能为你办事。”李伯言冷笑，判凌迟。官员的魂魄被千刀万剐，醒来后阳间会痛不欲生，直至死去。时间仿佛停滞，李伯言感到疲惫。殿外鬼魂越来越多，他们在门外徘徊，眼睛绿油油地盯着他。突然，一个孩童鬼魂溜入，哭道：“叔叔，我迷路了。”李伯言怜悯抱起他，却发现孩童的脸在融化，化作一个老鬼，狞笑：“阎王，你的善良是弱点。”老鬼扑来，李伯言惊退，鬼力赶来驱散，但这让他明白，地府无善恶，只有公正。第7案，一群战场冤魂控诉将军屠杀，他们无头断臂，跪地哀嚎。李伯言判将军魂飞魄散，小鬼们用锤砸碎将军的魂魄，碎片如烟散去。冤魂们感谢，但其中一个低语：“阎王，你阳间也有罪孽，小心啊！”李伯言心惊，我有何罪？回忆中，他年轻时曾因争田间接害死邻居，那是他埋藏多年，现在竟隐隐不安，思念又起，火光闪烁，他赶紧灭念。代理的第3天，李伯言审理最后几案。第8案，一个巫师召唤恶灵害人，判吞针之刑，巫师被逼吞下无数铁针，魂魄内出血，痛苦翻滚。第9案，一个妓女引诱良家子堕落，判冰冻，妓女被扔进冰窟，身体冻裂，碎片如水晶般散落。终于案件审毕，李伯言卸下冠冕，乘车马返回。途中道路阴森，雾气中浮现无数鬼影。突然，几百个无头断脚的鬼跪地拦路，他们哀号：“阎王，给我们路引，我们死在异乡，想回家。”李伯言说：“我已卸任，无力。”众鬼哭道：“南村胡生将见到场，托他帮忙。”李伯言点头答应，车马前行。李伯言听到身后鬼哭渐远，却又有新声，一个女声低吟：“李伯言，你的秘密我知道。”他回头，只见翠兰的鬼影在雾中闪烁。他心悸，他要追我到阳间。回到家，侍从离去，李伯言苏醒，家人惊喜，他却疲惫不堪。次日，他去见胡生，胡生字水星，与他交好。胡生惊道：“你怎知我见道场？这是我与妻子的私怨，未告诉任何人。”李伯言讲述地府之事。胡生叹：“闺中私语传到幽冥，可不啊？答应帮忙超度那些冤魂。”然后李伯言去探王某，王某卧床，屁股溃烂，见到他起身谢亲家，多亏你。李伯言道：“依法办事，无需谢。你的伤？”王某说：“溃脓而已。20日。”果然，愈后留疤如人间杖痕。周生也苏醒逢人，说起地府镇上人人惊恐，但故事没完。李伯言回家后，夜夜噩梦，翠兰的鬼影出现在床前 ，Whispery， 你的罪孽偿还吧。他开始生病，家人请道士，道士说：“你代理阎王，沾了阴气，有厉鬼缠身。”李伯言想起翠兰，决定查清自己年轻时的旧案。他走访邻居后遗，发现那邻居却因他争田而死，留下孤儿寡母。他悔悟捐田赎罪，可那夜翠兰又谢，太晚了。李伯言惊醒，发现房间起火。他大喊灭思念，火灭了。但从此他明白，地府的公正不只审判别人，也审判自己。镇上开始流传李伯言代理阎王后变得沉默，有人说他夜里常听到鬼哭，有人说他床下藏着铜柱的影子。胡生的道场建成那天，数百冤魂现身，感谢后消散。但翠兰呢？她化作一缕烟，钻入李伯言的影子。从此李伯言每走一步，影子都扭曲，仿佛有张脸在笑。几年后，李伯言寿终，死前他对家人说：“我又要去代理了，这次或许回不来。”他的灵魂再度下地府，这次不是代理，而是受审。殿中阎王已归位，看向他。
李伯言，你的思念，火会烧尽一切。故事结束，但沂水县的夜晚从此多了一丝寒意。谁知道下一个代理阎王的会不会是你？